喺2022年咧，科技股嘅總市值就已經縮咗水2.5萬億。既然都跌咗2萬5億，我會將我所有嘅科技股都賣晒佢。講笑啫。不過咧，今年嘅股市排行榜咧，真係進行一個大逆轉，而好多人都問我科技股係咪玩完呢？按市值計算 ，Microsoft、Google、Amazon、Tesla 分別下跌咗10至60%。另一方面，傳統嘅產業例如銀行、醫療、保健、必需品，佢哋嘅市值就升咗10至30%。咁呢個科技霸權係咪就係結束咗呢？過去10年 ，Meta、Alphabet、Microsoft、Apple 仲有 Amazon 喺世界大部分嘅地區控制所主要嘅科技市場。Meta 旗下嘅 Facebook、Instagram 仲有 WhatsApp 總共有62億嘅用戶，而全球50% 嘅 online 廣告費咧都花咗喺 Meta 同埋 Google 上。喺收視器方面 ，Google 佔咗全球嘅92% 嘅份額。咁我又好好奇喎，咁其餘嗰8% 嘅人又用緊啲咩 search engine 呢？咁我問我同事啦，佢竟然話佢用得高啊！咩嚟㗎？我都未聽過得高呢樣嘢，你哋有冇人用緊啊？除此之外，全球嘅84% 嘅企業咧都喺度用緊 Microsoft 嘅軟件。喺美國40% 以上嘅 online shopping 同埋花費咧都係花咗喺亞馬遜身上。亞馬遜嘅 AWS 亦都佔咗全球1/3嘅 cloud 嘅市場。講緊2020年5個巨頭嘅收入已經超過1萬億美金，去到2020年底佢嘅市值已經超過7.5萬億美金。呢度講緊科技公司佔緊呢個 S&P 500美國嘅頭500大公司裡面嘅25% 嘅 market cap。呢啲科技公司都受惠於強大嘅網絡效應，壟斷咗市場，持續10年嘅霸權。經濟學家同埋投資者都有同一個感覺，就係佢哋大到咧冇可能會執笠。Netflix 嘅市值10年升咗58倍 ，Meta 升咗19倍。Amazon 升咗15倍，不過過度嘅量化寬鬆同埋俄烏戰爭引發全球嘅嚴重通脹，亦都逼使到全球各國加息。2022年亦都係60年以嚟咧最壞嘅投資環境。就連呢個日本啊，本身佢擁有呢個7年嘅負利率，佢央行喺上年12月都提高咗佢嘅遠期利率嘅上限，正式為全球長達15年嘅低利率時代咧畫上呢個句號。高利率嘅環境無論對企業定係消費者都係唔好，因為借貸成本高，消費能力咧都大幅減弱。睇嚟呢個長期嘅利率咧會持續喺市場一段時間啦。之前我都有提過啦，踏入2023年，全球要重新適應呢個高利率嘅時代，亦都令到股票市場咧受到挑戰。如果你想學下利率點樣影響呢個股票嘅估值，同埋咧點樣建立自己股票估值模型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鏈接睇一睇豬豬課程呢個內容啦。曾經喺2021年嘅時候，好多人都覺得呢個 work from home 咧，即係呢個 remote working 啊，好可能會喺將來成為一個永久嘅慣常啦。但係踏入22年，隨住央行不停加息，企業嘅經營條件咧極速惡化。由2022年開始，呢啲科技不但冇將呢個 work from home 咧永久化，仲大刀裁員。呢啲科技公司嘅市值同高峰嗰陣時比較跌咗53%。Amazon 旗下對 telehealth 嘅投資咧又已經結束。Meta 嘅 New Product Experiment Team 咧都喺度縮減緊。Google 裁員約1萬人 ，Twitter 裁員50%，高達7500人。喺一個咁困難嘅經營條件之下，係咪真係話俾我哋聽呢10年嘅科技股神話已經結束呢？今日我同你哋睇一睇呢個科技公司面對最大嘅3個問題。第一就係佢哋嘅營運能力轉弱。通常我哋做分析睇公司嘅營運能力嘅話咧，就會睇3個部分。第一就係 ROA。ROE 同埋 ROIC， 即係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同埋投入資本回報率。我知我頭先咧讀咗一大堆嘅名詞，好似好複雜咁。咁簡單嚟講咧，呢堆咁嘅數字咧，就係攞嚟睇下呢個 CEO 做嘢做成點，佢嘅成績表係點樣呢？呢啲財務數字咧，如果喺呢段影片嚟講，你唔需要真係特別要明白佢點計嘅，即係記住佢越高就越好。但係如果你真係有心想學一學估值同埋學一學點樣去分析呢啲財務數據嘅話咧，我呢個豬豬課程咧都有教噶啦。如果你想學多啲嘅話咧，你可以 click 下面嘅課程連結。Meta 嘅 ROA 相比佢5年嘅平均值20.66咧，佢個過去12個月嘅表現啊 ，TTM 嘅 ROA 咧淨係得翻16.5，跌到去2年嘅低位。Amazon 嘅 ROIC 嘅 TTM 過去12個月嘅表現咧係跌到4.89，相比起5年嘅平均數字12.7咧跌咗60%。咁其實大家都知啊，喺呢個疫情期間咧，因為呢個 lockdown 啊、work from home 呢啲種種嘅措施啦，就刺激咗好多呢啲科技巨頭嘅服務同埋商品咧嘅需求。咁例如嗰啲晶片啊、電腦啊、cloud services 啊、online shopping 啊，呢啲所有嘅產品都喺疫情期間咧需求係極大嘅，因為呢啲增長太過急速，令到好多嘅科技公司當時候請人都好困難，最終佢哋唯有用加人工或者加福利咧去搶人才。而 Amazon 同埋 Salesforce 喺最近佢哋都承認咗，佢哋喺疫情期間咧請人係請得太急。但我哋踏入呢個高利率嘅年代，
市場咧就重新關注呢啲公司咧，佢嘅營運能力可唔可以 sustain 咧？咁面對咁多股東嘅壓力啦，佢哋都要交數噶嘛，所以佢哋就要將佢哋成個會計簿咧重新整過，要整得靚仔啲啦。Meta 已經連續幾個季度咧，佢嘅收入增長放緩。喺11月嘅時候 ，Mark Zuckerberg 就宣布要裁員11,000人，佔咗 Facebook 嘅總員工13%，而且會凍結新嘅 headcount。除咗裁員縮 headcount 之外，佢哋亦都會縮細佢哋嘅 budget 啦，減少一啲對外嘅唔係核心業務嘅投資，譬如佢哋都有投資好多房地產，佢哋要 cut 晒啦，亦都會減少一啲員工上面嘅津貼同埋福利啦。喺會計嚟講，我哋就叫減少呢個可自由支配嘅支出，即係 discretionary spending 啦。咁嗰陣咧會再講多少少。亞馬遜咧嘅第三季嘅收益亦都低於預期，無論係佢嘅核心業務 e-commerce 定係 AWS 咧，收入亦都減少，所以 Amazon 亦都宣布要裁員18,000人。第二個最重要嘅問題咧就係經濟。首先我哋睇一睇匯率先，美元喺2022年一年內咧升咗7.9%，係20年以嚟嘅最高位。所有要用美元結算嘅服務或者貨品咧，佢哋價格咧就貴咗啦，亦都打擊咗美國企業出口嘅競爭力。Amazon 咧就首當其衝啦，佢哋嘅 cloud 平台 AWS 嘅客戶咧其實係遍佈世界各地，而美金升咗，即係對啲客戶嚟講，呢個 AWS 又貴咗啦，咁咧亦都打擊咗 Amazon 嘅收入。睇一睇 Amazon 嘅營業利潤率。Amazon 嘅收入減少，而佢嘅銷售成本同埋營運成本又增加。喺兩者衝突之下，佢嘅營業利潤率即係 operating margin 已經跌到去2018年嘅最低位。Microsoft 嘅 Azure 亦都一樣 ，Azure 嘅單淨喺匯率上面已經影響咗佢7% 嘅收入。經濟嘅問題當然唔少得呢個通脹啦。美國、英國都經歷緊41年以嚟咧最高嘅通脹時期，全球嘅通脹亦都係14年以嚟最高位。一啲國家好似土耳其啊、斯里蘭卡、津巴布韋咧，佢嘅通脹更加驚人。津巴布韋單喺12月嘅通脹咧已經升咗243%，即係話如果我喺津巴布韋11月嘅時候買個麵包仲係15蚊，下一個月12月咧我就要俾51蚊咧先買到同一個麵包。講到呢度，大家就要知道乜嘢係 discretionary expenses 啦。可自由支配支出即係話喺扣除你嘅生活必須用到嘅開支之後，喺呢個袋裏面仲有幾多錢剩可以花喺一啲非必須要嘅開支度呢？例如飲杯咖啡、食粒朱古力。通貨膨脹絕對對呢個可自由支配嘅支出咧造成一個嚴重嘅壓力。幾個月前就已經報道咗啦，1/5嘅家庭佢哋嘅可支配收入咧變咗負值，每5個英國嘅家庭就有一個家庭咧冇額外嘅錢再去消費啦。呢度亦都解釋咗消費者對呢個非必須要嘅科技產品同埋服務嘅需求咧係大幅放緩。蘋果公司嘅影響就最大啦，整個電話市場遇到比預期更加大嘅收縮規模。2022年9月 ，Apple 就同佢哋供應商講啦，由於 iPhone 14嘅銷量下降，佢哋會停止增加 iPhone 14嘅組裝系列。而根據 JP Morgan Consumer Discretionary Spending 呢個數字，2022年呢個消費者支出大幅放緩去到2年嘅低位。第三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行業裡面嘅競爭啦。自從 Apple iOS 喺佢嘅 App Tracking 嘅 Transparency 裡面嘅 Privacy Function 咧 upgrade 咗之後，單喺2022年 Meta 就少咗100億嘅廣告收入。咁雖然我都覺得 Apple 喺度做緊佢應該做嘅正確嘅嘢，但係如果我係 Mark Zuckerberg 嘅話咧，真係多得佢唔少。除咗呢個 privacy setting 之外， Google 同 Meta 都面對緊日益激烈嘅競爭。根據 Insider Intelligence 嘅資料顯示，去到2024年，預計美國成年用戶每日花喺 TikTok 嘅時間最多，平均係48分鐘，其次係 YouTube 46分鐘， Snapchat 同埋 Instagram 大約係31分鐘，最後係 Facebook 27分鐘。研究亦都指出，去到2027年 TikTok 嘅廣告收入可能會超出 YouTube 同埋 Meta 加埋嘅總和，連 Google 嘅核心業務 Search Engine 咧，亦都受到呢個 TikTok 嘅挑戰。新世代 Gen Z 咧，佢哋比較中意用呢個視覺去學嘢啊，所以好多年輕嘅一群咧，佢哋喺搜尋嘢嘅時候，佢哋寧願咧用 TikTok 多過 Google。踏入2023年，呢啲科技公司嘅未來咧，又會點樣呢？我都認同呢啲科技公司依家面對緊咧10幾年以嚟最嚴峻嘅經營環境，尤其是大家都預期呢個高利率會維持一段時間之下，基本上呢啲公司都冇乜選擇，一定要將盤數咧做翻好佢。如果呢個盈利跌咗，要維持嗰個利潤率，唯一可以做咧就係 cut cost 啦。而頭先都講咗好多嘅科技公司，其實佢哋都 aware 到自己面對緊嘅挑戰，所以 IG Reels 同埋 YouTube Short 咧就越嚟越似 TikTok， 而 TikTok 咧又俾你 upload 去到10分鐘，仲做埋直播。TikTok 又越嚟越似 YouTube 喎。如果扮出嚟嘅 TikTok 嘅啫，真嘅 Ring 又點會咁樣跳舞咧？講呢啲 Mega Tech 咧，佢嘅重心唔係淨係單放喺一啲傳統佢哋嘅業務上面。Amazon 唔單止賣書同埋做 e-commerce， 佢哋仲有世界上面最大嘅雲計算系統 AWS。
AWS。Google 亦都唔單止淨係做 YouTube 同埋 Search Engine， 佢哋亦都有 Google Cloud 同埋我之前提及過嘅 Healthcare 嘅產業。而 Microsoft Azure 亦都係全球第2大嘅 Cloud 平台，每年都為 Microsoft 帶嚟一個可觀嘅收入。咁回顧翻過去唔同嘅經濟週期啦，好多嘅科技公司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低迷時期，例如2001年同埋2008年。但係每一次呢啲科技公司咧都可以成功復甦，所以其實佢依家嘅利潤雖然喺2022、2023年咧大幅下跌，但係如果你話計翻佢哋之前嘅2年嘅升幅咧，佢哋嘅資產增長達到50% 以上，以長期回報嚟講，佢哋仍然跑贏咗好多嘅產業。所以睇翻2023年科技公司主要嘅 topic 仍然會係圍繞翻裁員啦、cash flow 啦同埋 cut budget。我就咁樣睇啦，呢3個大嘅 topic 都係公司對股東負責任嘅表現。就係講緊 Meta 裁員啦，每年佢已經可以慳翻80億嘅成本。再用一個長遠啲嘅角度嚟睇，其實呢啲公司都控制緊世界上面最賺錢嘅業務 ，social media 啦、電話啦、e-commerce、cloud 同埋 search engine 呢啲咁嘅服務產品，全部都可以為呢啲公司提供一個最重要嘅嘢，就係大數據。而大數據亦都係 drive 呢個 AI 發展最重要嘅元素之一。如果講緊呢個未來係科技主宰嘅世界，而你又講緊 AI 同埋 robotic 都係我哋嘅未來嘅話，老實講，我睇唔到呢啲科技公司嘅霸權咧，真係結束咗。而對我嚟講，依家咁嘅 headwind 可能係一個機會，俾呢啲咁嘅公司重新審視一下佢哋之前嘅使錢嘅習慣係咪咁大仔呢？又或者係2023年佢哋喺 R&D 嘅支出會收斂一啲，好似 Google 嘅 Waymo 自動車啦、Facebook 嘅 Metaverse、Snapchat 嘅 Pixie、Amazon 嘅 Amazon Healthcare， 佢哋每日都係不停咁樣咧試緊一啲天馬行空嘅 project， 目的就係一個，就係要改變呢個世界。咁當然啦，呢啲 project 有啲已經係 close 咗，有啲咧係繼續堅持落去。咁我想問下，有幾多人係有留意 Google 喺 Healthcare 上面嘅發展呢？ Google 唔係淨係單單得 YouTube 同埋 Search Engine， 佢連基因分析咧佢都有涉獵。咁咧我以前呢2段影片有講過，咁冇人知㗎，可能佢哋喺基因分析上面真係成功咗咧，再做埋呢個 DNA sequencing， 佢哋可能真係可以治療癌症㗎喎。話唔定 Google 真係有一日宣布2023年人類再冇癌症啦。咁如果真係嘅話咧，梗係好啦。咁相比好多傳統嘅產業啦，譬如銀行啊、酒店或者零售業咁講啦，如果你幫我揀，我會覺得科技公司更加有機會去接近顛覆世界、改變世界呢個領域咯。所以我自己真係睇唔到佢哋嘅科技神話咧係會就咁就完。反而作為投資者，不如捉緊呢個 buy low sell high 嘅機會。以前我做過唔同嘅影片講過呢個經濟周期啦，同埋我哋嘅投資策略應該點樣做啦。咁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嚟睇一睇。而如果你想睇下點樣 buy low， 點樣揾一隻平估值嘅股票去買入嘅話咧，亦都可以 click 翻呢個豬豬課程學一學啦。好，你都話俾我聽，你對呢個科技股同埋科技產業係咪咁失望呢？你又覺得佢哋嘅神話霸權係咪就係咁樣結束呢？好，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如果你想支持 Rainy 千人嘅平台咧，可以去 Patreon 請我飲杯咖啡啦 ，click 翻 like 啦 ，share 訂閱啦，訂閱嘅時候記得 click 翻個 long 啦。下次再見，拜拜。哇，好殘啊，真係忍咗好耐。